嗨，大家好。有一个风气，就是当人们在想要去传达一件什么事情、表达一个什么观点的时候，往往他把对事实的观察和表达观点这两件事情搞混了。我们表达观点啊，它只是说能够建立在对于事实观察的基础之上，描述客观真实发生的这些现象。这个呢，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有效的观点。但是现在很多作者分享的时候，甚至包括很多专家，他们分享的内容是基于我要发表这篇文章，先给自己确定了一个立场，然后拼凑一些数据来佐证自己想要传达的这个观点。而这些内容和知识，可能有时候已经是18线、20线的这种资料了，不是第一手的观察资料。那多巴胺也是一种这样的情况。多巴胺它只是人体当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它再有什么效果，它的那个作用啊，真正能发挥的那种作用，它不会超出人的整体来发挥这个作用。你就算知道了多巴胺，知道了内啡肽又怎么样？你的心理习惯没有发生改变，你知道了这些东西，你能感受得到？你能感受到它吗？就像我们开的车，你能知道这个车里面的每一个零部件吗？就是它是一些怎么讲呢，无关痛痒的事情，它的重要不至于那么重要。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谁在开车，远远比知道每一个零部件具体发挥什么作用要重要的多。这个就是在了解人体、了解心理、学习心理的规律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心理不同于其他的学科，它有一个直接的观察样本，就是自己，对照自己来看一下，来检查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效。那很多人他的确是学习了关于多巴胺的这些知识啊。好，我现在想要一些多的多巴胺的音乐、书籍、电影，各种各样的刺激性的，体验过的人就会明白，它就是一个无止境的不断的刺激的过程。说的夸张一点，就是像毒品。我们在想要获得这种多巴胺的刺激之前，我们应该解决的其实是无聊的问题，自己没有存在感，体验不到自己存在着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就衍生出要去解决多巴胺的刺激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是整个人体的协调性的问题，不是解决一个单一的多巴胺的刺激，也不是要什么催产素，也不是要什么，哎呀。就是很多这样的词，听起来好像好科学的样子啊，说出来呢好像蛮屌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嘛？没有用啊！这个东西你学了怎么样嘛？我们判断一个心理的知识点是不是有效，可以首先第一可以直接拿自己来检验，比如说我现在要跑步，找一些什么多巴胺的音乐，然后或者找一些什么多巴胺的电影来刺激一下，看一下，哎呀。然后度过了比较快乐的1个小时、2个小时吧。那然后呢？你下次还要继续去找，你面对的接下来的结果只能是不断的刺激，不断的这个阈值的升高，总是没有被完全的满足。很多人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脑袋还是想要啊，没关系。既然阈值升高了，那我就继续寻找就好了，从来不会相信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反应，就是说它没效果呀。但是呢，宁愿去相信各种各样的别人那些科学的词汇说的刺激，也不相信自己身体的这个反馈。你就是要看到事实啊，你身体的这个状态就是已经说明了这种刺激它不是根本的东西，没有解决内在最根本的这个动力问题，不知道真正的动力的源头是在哪里，还是没有解决，永远都是靠刺激、加强刺激、继续加强刺激。所以多巴胺的这个问题啊，它属于不太重要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回到主干来看一下人的整个结构。人由意识、身体、心理这3个大的板块构成。我们搞清楚这3个，然后身心对照的把自己的这3个关系啊理顺了，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其实有很多排除法来判断这个心理的理论是不是实用。我们讲的是实用，
而不是说我学了这个理论之后，我显得自己很有知识，很屌，这种不要这样子啊。这个理论，这个心理的知识是不是有用？第一，对照一下，看自己是不是有效的，这个是第一个自己的视角。还有一个就是排除法，是不是人只能学习了多巴胺的相关知识之后，才能更稳定的获得幸福的感觉，或者是一些很有自我存在感的这样的体验？不是的，很明显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真正要去探究的是一些人体最基本的规律，这个规律，这个方法是不是有效，甚至都不需要去学习一些文字的理论，它就是有效的这种极简的方法。比如说像放松，放松什么语言你跟他说一下，他自己去练习，这种身心就会直接的获得转变。多巴胺你给他去上一课啊，就是这种看起来很有门槛的东西啊，看起来好像学了之后就高大上的这种东西，反而要就是它可以是它可能是某一些商业的角度去奴役别人的一些工具，但是回到我们自身来的话，还是要观察一下自己的身心状态啊，对照看一下自己给自己装上了一些思维的枷锁，然后呢去信奉，这个时候知识真的就变成了一种宗教一样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信仰，忽略了真正应该着眼的事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状态。讲了这么多的废话之后，我们直接来说一些比较有用的东西，就是拿回去就能产生一些效果的，就是实用的，不是像学习多巴胺这种东西学了之后无关痛痒，你该犯的问题还是会犯，你的心理习惯，你的行为模式，各种各样，人的身心状态，人的结构，所有一切的一切还是旧的惯性轨迹上面，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好吧？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探讨一下人的这个结构当中身体最重要的这一环。当然不是说那种真的学了就没有用啊，我觉得这种内容学了之后发现没用，也是它的一种效果。就是看这个过程要自己怎么去消化吧，还是回到自己的身心状态来，自己来感受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在上一个视频当中，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一元心理的整个结构，就是意识清醒为一元，意识就是我们自己，人呢由意识、身体、心理过程三位一体构成。今天我们着重讲一下身体的部分，作为这个意识的物质载体，我们的身体有它自己的循环，比如说渴了就会感觉到想喝水，进一步持续的缺水呢，就会发生皮肤皲裂、嘴唇皲裂等等这些现象。临近生理期就会有想要交配的冲动，劳累了、疲劳了就会想要去休息、想睡觉。可以这样说，人的一部分行为的牵引力是来自于动物性身体的原始需求，吃喝拉撒。意识作为人的控制主体，和身体的交涉过程中，从身体需求的牵引开始，衍生出一系列心理过程。这个时候衍生出来的这一系列心理活动，也就是我们说的心理过程，大脑当中源源不断的这个信息流，虽然它不能直接代替人们做决定，但是却不断的给人们输送这个选项，来影响我们做决定。比如说我现在饿了想吃饭，那我就去吃了，但是呢我在吃饱了饭之后依旧想吃更多的食物来填补自己，好像就是这个嘴啊，就是不断的想要去一直不停的吃才感觉到一种满足。那这个时候超出了身体基本需求的这个补给，也就是过剩的饮食，也就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来，身体和意识之间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协调的信号。就是当我们自己知道我现在已经饱了的时候，依旧选择了继续进食。这个时候不管是用食物来填补精神上的一种空虚也好，还是就是寻找精神上的一种慰藉，但是这样子呢，这种生活模式之下，它形成肥胖，
就是体重过量，那就只是一个自然的结果。除了饮食是一个很小的例子，还有烟草、酒精，甚至黄赌毒等等各种各样的，都会有这些失调的信号出现。但是呢，人们通常会选择性的忽视。肥胖、酗酒等等，这些只是一个表象，只是一种行为上显性的展示，但是它真正揭示的是身体和意识的不协调已经日积月累的累积很久了。与此同时，滋生各种心理病菌的温床也随之伴随而形成了。意识、身体、心理这三个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运作啊，它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就像无数精密的齿轮一样，一环扣一环，每一天恶性的这种重复，日积月累，就突然就会我好像怎么就突然我的生活变成了这个样子，是这样，就是这个结果。问题从来都不会单独出现，从一个小小的信号，一个小小的身体不适的信号，到问题真正的显露，以及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整体的质变。面对这些很常见的问题，基本上人的处理方式就是胖了就去减肥，烟酒成瘾就去戒烟戒酒，失眠就去治疗失眠。这样子呢，失败告终是常态，或者一段时间后，或者保持了一段比较所谓的健康生活的这种模式之后呢，又恢复到过去的这种习惯，就是这种惯性总是在不断的交替与反复。和人们普遍认知不同的是，产生问题的对象和次数还不是主要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人已经不清醒了，在选择、在反复或者说不能自拔的沉迷于这件事情的时候，心理和意识、身体已经失调。在体验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人们能够真切地体验到自己存在着，也就是自我存在感的体验。这个是不练习能够获得存在感体验的最便捷、最快捷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廉价多巴胺。这个是基本上花点钱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很多人我们追求的这种财富自由啊，很多人在金钱上也不用再打工，或者说天生就是这种衣食无忧的状态，他依旧会有这些问题存在，只不过呢，他也无法从这种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满足上获得足够的自我存在感，所以要去不断的去找刺激，各种各样很极端的事情来体验自己存在。而这个体验方式就好比是平时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呢，通过照镜子的方式来确认自己存在，看到镜子里面自己的手和脚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自己啊。那这种体验模式呢，也就是间接体验的模式。那么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环境，外界的干扰不断，身体的需求呢也在不断的干扰，恢复意识的清醒，恢复人的意识、身体、心理过程，这三个之间的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虽然现在精神的混沌是常态，但是为了个体的幸福，为了自己身心的舒适，我们作为个体恢复自己意识的清明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就是关乎于我们自己的终生幸福。有人说毕生健康的问题很难解决，但是呢，静坐到第5度，意识清醒，到达第5层的时候，基本上也就解决了毕生健康的心理问题。我们经常说，到了第5度才是一个人的基本标准啊，作为一个人，因为在5度之前就是一个混沌不清醒的状态。虽然有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个人的存在感，或者说比较有一些清晰自我的这种体验，他做什么事情有很明确的目标，也有很清醒的这种自我判断，但是呢，总是不是那么的完善。只有通过静下来全面的恢复的过程，才能体验到一个人全面的清醒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虽然在日常我们听到放松的次数也是蛮多的，经常都会听到这里人啊放松下来就好了，你啊最近就是精神太紧绷了，我们放松一下，做个什么事情放松一下，放松。但是呢，真正人体的这种放松，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会意识得到。
你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身体状态？还是说只有在自己身体生病的时候才意识得到自己的身体不舒服了？平时是不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或者知道自己的手在哪，脚在哪？是不是能知道自己全身肌肉的状态是紧绷的还是放松的？我相信这个问题很多人如果现在不说的话，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过，直到问题出现了，直到明显的病症出现了，才会开始留意这个流通的问题，也就是身心流通。那放松呢也是有程度的，开始知道自己的身体，有了这个关注自己身体状态的这个意识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知道放松的问题。这种放松啊，也有很多的方法。有人说出去户外玩一下，约几个朋友小酌一下，或者看看什么电影找一些什么乐子。在市面上主流的能够接触到的信息，无外乎这几种，比如说冥想、禅修，还有颂钵各种疗愈类型的听声音放松，这些是一种。还有进行各种运动户外，还有像按摩、推油、马杀鸡这种放松的方式都有啊。但是当你真正开始了解和实践放松之后，你会意识到这些东西和放松都不沾边，它只是一种外力辅助你放松，但是呢，通过这个辅助，我们自己却没有真正的放松下来。虽然我们在按摩完之后可能会得到短暂的松弛，有时候也会在按摩的过程当中睡着什么的。首先我们要从观念上恢复一下对放松的认知。放松不用另外去松，每个人都会，就是不用力，不用力了就是放松了，不是另外去做一个什么项目，做一个什么活动，通过一些外力来辅助自己放松。那当我们有了放松的概念之后，就是这个字面意思，放松，肌肉放松就是松了。这里我们讲的很啰嗦呀，而开始知道了不用力就是松之后，这个松的程度依旧不够，只有静坐放松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是放松的深度和全身覆盖的这种程度，才能够达到身心转变的效果，才能够产生一些后续的延续性的效果。而这个过程就会伴随诸多的好处，身体松下来了，意识就会逐渐清醒，心理过程附着在，就是我们的注意力附着在各种心理过程上的这个注意力就会自动的舒缓下来，舒缓的过程当中，意识又会自己恢复清明，它就是一个不断的良性循环。这个循环的方向就和我们过去不断的靠饮食、靠烟酒来进行补偿是两个方向，可以说是两个世界。也就是当我们的身体真正的松下来之后，身心松弛到一个程度，才能够体验到这整个转变。否则呢，就永远都是在一端进行尝试、寻找，不断的在外面打圈圈，永远都不能碰触到一个直击自己根源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法。当你开始进行放松的练习，进行深度放松的静坐练习，松到全身肌肉融化溶解一样的流淌出现，就会发现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清醒的世界。而在此之前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因为身心没有获得转变，你的视角就不会发生转变。这个时候人们的视角就是束缚在各种观念的篱笆、各种知识、各种逻辑之中的。而人们现在对于知识逻辑的各种定义，只是为了服务于自己好去辩论，而忽略了真正我们应该关注的真实现象的本身。所以在进行身心训练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人体的规律，